命令炮兵延伸射击，猛轰敌军整个山头阵地。让开！小雨！大哥，敌人已经攻入阵地了，你赶紧走啊！大哥，你赶快走啊！大哥，你赶快走啊！滚！大哥，我求求你了！民国万岁！革命万岁！民国万岁！革命万岁！你的太阳！大别山失守，我军全面退却。命令王一甲部和李全部迅速向汉阳追击，要快！是。发生什么事了？清军来了，清军打进城来了！啊！快！过江！快啊！快！
我不是武将，你也不是西楚霸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呢。上海的党人还等着您过去，武昌还等着您保全，你怎么可以轻生啊？我心里痛啊！我恨不得杀了我自己到了上海，给我派封电报，路上小心。哎，知道了。放行。唉，同人不同命啊。不要瞎猜，他们是去执行革命任务的，我不是没走吗？大家放心，我是一定要留在武昌城的，我誓与武昌城共存亡。走。小云，小云，见到小云了吗？没有看见啊。啊，陆姑娘，你别着急，既然没有找到尸体，说不定小云还活着呢。但愿如此吧。小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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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小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来找一个小妹妹，她跑到阵地上来救助伤员，到现在还没有回去，我担心她。你们几个分头帮着去找。是。啊，是个小姑娘，这阵地上怕没有别的女性。哎，找到了，一定快告诉我。快去。
表妹，你真不应该到这儿来。现在武昌已经成了一座空城了。如果冯国璋愿意，相信不久也会被朝廷收复的。你还不打算离开？大军一旦攻城，必将殃及池鱼。汉口、汉阳皆为前车之鉴，你何必冒此风险呢？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或生或死，我会做出选择的。我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样固执，到底是何苦啊？血不会白流的，不会白流。这是他们给我带来的上好的荣景，这品公宝，冯国璋将军来电，汉阳已克，他还请求直下武昌。啊？他要搞什么名堂？诚心啊！恐怕是立功心切，想报效朝廷呗。我看还是再做打算为好。他是想黄马褂想疯了啊！马上写个奏折，上书朝廷，先给他个黄马褂穿穿，等他稳定下来，再做安排吧。好。汉阳兵败，致使清军直接面对武昌。今天召集大家开会，为商讨武昌防御计划，请黄将军首先发言，然后大家再各抒己见。我军战败了，究其原因，非战之罪也，乃是将士不遵号令，各行其事，临战为难，贪生怕死所致。汉口一战，先有杨选清成婚抗命，后有程秉荣贪酒误事，接着甘兴典因拒战逃回长沙，致使我军惜败于反攻之夜。汉阳之战，不经请示，没有命令，胡祖顺已不能自敌为借口，放火焚烧粮台，引爆弹药库，将汉阳府城拱手让给了清军。这些均是我军号令不严，纪律不明，事关军阀教育所致。为今之计，首要任务就是整顿军务，严明军纪。程协同，你贪酒误事，
更是贻误战机。此事你不会否认吧？这事儿不是都已经过去了，为何又提啊？哼！别人都说你饮酒误事，带兵走错了方向，可我认为你本就是故意抗命。身为武昌人，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这话有人相信吗？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走！别动！黄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抓我？你跑到湖北来耍什么威风？弟兄们，他这是想夺权呐！他杀了杨选清还不够，还想把我给杀了。你们如果再不起来，就等着他把咱们都杀了吧！把他给我抓起来，拉出去毙了！慢！大都督，我军将士有问题，该杀该撤都可以，但是不是应该先将战役失败的原因搞清楚之后再动手呢？诸位，鄙人听了黄将军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他是战时总司令，想撤谁、换谁，甚至是杀谁，都有这个权利。只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汉口之败，汉阳失守，作为总司令的黄将军，有没有什么错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你已经将湖北的革命军说得体无完肤，不过我们现在想知道你对失败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各位，黄将军对来犯之清军，一不清楚对方兵力多寡，二不了解对方作战能力，视为料敌不准。而临敌之际，只知道埋头制作作战计划，而不能有效机变，应敌无方，一力鼓动战士战死。我想请问，这样的指挥方式，难道不算是失误吗？难道不应该负起应该有的责任吗？身为总司令，打了败仗，你连一点责任都不想负吗？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就是，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吗？你就没有一点指挥不当的行为吗？是啊，你说别人的时候痛快，你也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摆一摆。就是嘛，黄兴到底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对，这个责任，你应该有责任，你自己应该好好的检查一下嘛。对，到底查一查，说一说，没有把你的责任摆出来了，是不是？大家静一静。黄将军为武汉战事殚精竭虑，彻夜不眠，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总不能一味抹杀吧？黄将军不远千里来到了湖北，就是要跟我们一起同舟共济，为革命出力嘛。况且，全国之革命，必须要遵从同盟会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也是我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一定要尊重黄先生。蒋伯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我们要跟同盟会作对一样。黄将军作为战时总司令，在他的战役里有了错误就应当承担，难道因为他是同盟会的领袖，犯了错误我们就可以姑息吗？没有人说要姑息。你孙瑶卿在守夜之时丢失重要文件而只身逃走，你现在不也回来做官了吗？我们不能以偏激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打了胜仗就歌功颂德，打了败仗就群起而攻之，这样合适吗？是谁的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对，杨玄清闹事，不是已经枪毙了吗？黄将军不自己也说，也要严肃法纪，整顿军纪吗？不要再吵了。
是纠错惩罚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出武昌的防守计划，这才是最重要的。总司令，我也想知道，对于武昌现在的形势，你有什么计划？我们应该如何防御清军呀？如今三镇已去其二，武昌弹丸之地不可久留。我建议放弃武昌，正式东下，与江浙联军会合，先将南京拿下，然后再挥师光复武汉。这怎么能行啊？是啊，这样，为什么要这样？都是为了武昌吧？对啊，是啊，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你是说放弃武昌？不错，武昌之事已不可为，应立刻放弃。你这是想逃跑？我们的家人都在武昌，如果放弃，岂不是将他们送往清军的虎口？你是何居心？就是，你想把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武昌拱手让给清军，你这是汉奸行为！不错，不愧是长白将军，他是逃跑将军，我们都不要听他的。为革命利益着想，如今放弃武昌是最好的选择。你给谁拍桌子？你跑到这儿拍桌子，你有这资格吗？老子不管怎么说也是守义的英雄，当初你跑哪儿去了啊？现在你跑过来拍桌子，你以为我们都不会拍桌子吗？我们不要搞个人攻击，都是革命军人，遇到事情可以共同商量嘛。商量个屁！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就是，商量的，有什么可商量的？没什么可商量的啊！怎么商量？当然要商量了，这是开军事会议，不是商讨大会。坐下。大家呀，就事论事，不要牵扯太多啊。如果有事情呢，大家可以平心静气的。蒋义武，你不要老充当好人。武昌的防守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事情。对，不是个人的事情。要商量，让他把家属都搬到武昌来，咱们再商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冯国璋收复汉口，攻克汉阳，两功并赏。赐世袭2等男爵，赏穿黄马褂。第2任统治王占元，第4任统治陈光远，第6任统治李纯，一律赏授进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给3代正一品官封典。钦此。臣冯国璋誓死报国，扫除乱党，以谢皇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放弃呢？知道武昌对革命有多么重要吗？具体的情况你根本就不了解。谁不能放弃啊？谁就放弃啊？不会啊！谁在胡言，我必杀之。
各位同志，不要吵了。如此争论有何意义？不如坐下来，好好商量。大家要是责备黄将军，就先责备我，因为他出任总司令，是我举荐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那就是一种力量啊！如果我们大家对他有什么不理智的行为，势必使敌人认为革命党人内部有了矛盾，势必使敌人增加气焰，也不免使独立各省因此而灰心。汉阳虽然失守了，但独立各省增多了，目前全国革命的形势还是很乐观的呀。如果我们意气用事，致使革命失败，那将是千古罪人呐！啊！黄将军此次来鄂，不计个人得失，不顾鞍马劳顿，即刻奔赴前线。但是此等精神，既应为我等之典范。鄂军新城，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各位身为军人，岂能不知？湘军到鄂，破衣烂衫，装备不整，军心涣散，一经临战，焉能不逃？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黄总司令带领下，居然力拒清军几十天，为全国革命争取了宝贵时间。如今从开始的湖北一地，已经发展成全国10几个省的独立，这就是阳夏之役的最大功劳。至于武昌的防守计划，我想和黄先生单独谈一下，然后和大家共商。黄先生，请跟我来一下办公室。下一步该如何安排？尽早的拿下武昌。总统官如果能够一举拿下武昌，势必会震动全国。到那个时候，又岂是2等男爵可以酬劳的？朝廷对我不薄啊！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了糊口，弃农从军，如今已经贵为2等男爵。如此恩典，怎能不报啊？大人，我军刚刚得到犒赏，士气正旺，拿下武昌绝无问题。对，绝对没问题，没问题。你们还想拿下武昌？我看各位就不用再讲了吧。什么？大都督，你要赶我走？黄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为你好啊。现在的情形你也都看清楚了。哎，大都督和黄将军谈什么呢？一会儿声音大，一会儿声音小，现在又没动静了。还在说呢。都督的家眷都走了？啊，我刚从文昌码头回来，把夫人送上了船。哎，
人家命都好，就是我们要在这儿等死啊！哎，怎么说话呢？啊，那夫人平常做的点心你少吃了，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也就说一下嘛，又不告诉别人，夫人能安全，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内阁总理大臣是不会让你们继续进宫的。汉阳收复了，黄马褂也赏了，男爵也封了，各位想做的事情已经都完成了，你们还想要什么？丁副官长，我知道你对北洋军颇有微词。如今大家既然在一条船上，我可以告诉你，此次公保为了出山，确实是用了些手段。不过他已经是内阁总理大臣，我相信绝不会让局面如此再这么混乱下去。那好啊，那冯将军就在此地等候着进攻武昌的命令吧，只怕你永远也等不到。你，总督官，我看不如给袁大人发个电报，把那个丁真元调走算了，整天丧脸，让人看着都难受。对，把他赶走算了。电报要发，不过是请求进攻武昌的电报。至于这个丁振元，我就是要把他留在我身边，让他看看我是怎么收回武昌的。大都督到！诸位，我已经和黄先生达成共识，关于撤出武昌的计划，我已经带各位谢绝了。武昌毕竟是湖北之武昌，绝不可轻易放弃。我等即使是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也要擎起守义之地这面大旗，与武昌共存亡。目前全国的革命形势势如辽远，孙先生也将回国主持大局，上海多次来电催促黄将军东去。兄弟虽极力挽留，无奈国事大于湖北一地之防御，也只好忍痛放行了。不过我已经答应黄先生，和黄先生表了态，黄将军走后，我等必与清军血战到底，直至到清廷瓦解的那一天。谅诸位同志不会使我失信于黄将军吧？不会，不会。
会没事的。还记得吗？咱们当初3个人说过，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你一定会做到，一定会挺过来的。你知道吗？在战场上，没有了你，我像丢了魂一样。好兄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醒过来吧，兄弟。周龙，程英，你醒了，终于醒了。真谛，真谛还在吗？真谛丢了，大哥他们就危险了。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你的伤养好。郑老，你找什么呢？小云呢？你受伤的时候，他老来看你。现在搬到我了，我怎么看不到他了？他在外面救助伤员呢。是啊，海洋打得那么苦，受伤的弟兄肯定少不了。以后武汉有什么事，只管找袁弘。黄将军千万别客气。大都督留步，请回吧。黄先生一路顺风。他来的时候是何等的威风壮观，没想到走的时候如此的冷清。打了败仗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算是有人来送，恐怕黄兴也不会愿意接受。各位请留步吧。黄某多谢各位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鼎力支持。兄弟，
莫齿难忘。黄先生，黄先生，你说的哪里话呀？我们没能帮黄先生把清军打败，内心非常有愧呀。黄将军，黄将军，我相信大多数的湖北党人是对你心怀感激的。谢谢，谢谢兄统领。黄某此时已经不再计较那些毁誉。孙先生曾经教导我说，革命事为尽全力以赴，成败功罪在所不计。兄弟唯有此心，天地可见。黄将军，黄将军，等等我。黄将军，玉林来晚了。谢谢，谢谢邓统领。兄弟此次来湖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们这些能肝胆相照的弟兄。谢谢，谢谢，保重。谢谢。黄兴，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二次革命爆发，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离日赴美，袁世凯死后回国。1916年10月，在上海病逝。大都督今天的表现真是恰到好处，在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是吗？我可是真心感谢黄兴啊，人家辛辛苦苦帮着咱们打了这么多天仗，哎呀，不容易呀。那是啊，要说您对待黄兴啊，也做到了是仁至义尽。他走的时候啊，还对您感激备至啊。做人嘛。喂，李元洪吗？我是王玉甲。我告诉你，现在汉族汉阳都在我们手里。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赶快挂起白旗，立即反正，否则大局一到，你想活命都没有机会了。哎呦，王将军，这事儿与我没关系啊，我做不了主啊。他把我关在这儿，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就是要求你挂起大清的龙旗，否则等我们过了江，有你好看的。哎，你要是能过江，就赶紧把我接出去。喂，花务员，我话还没有说完，你赶紧给我接上。大都督，这样的电话您不能接了。大都督，这是王玉霞说，他要带兵打过江来，找我算账。报告，大都督，刚才那个王玉甲是什么人？啊，我是谍报处的参谋，刚才在电话里听到了你们的对话。王玉甲是大坏蛋，他是大汉奸。可是，在电话里您不是这样说的。哎呦，兄弟啊，电话里的话你可不能当真呐！我那是马匹敌人，我那是缓兵之计呀，千万不可传扬出去，那样影响太大呀！啊，我可以不说，可是我的同学刚才也听到了。那你赶紧告诉他，让他也别传扬出去啊！破坏团结，影响革命，要以大局为重，啊！是。哎呦，这个王玉甲，哎，你说这个王玉甲，哎，他怎么这时候来电话呢？哎，
哎呦哎呦！那个在干什么？怎么还不来电报？如今我军气势正好，现在攻打势必一举收复。哎呀，真是不知道他们在磨蹭什么。去，给北京发个电报，就说我军全体将士请求立刻攻打武昌。总统官，好消息啊！刚才我要通了李彦宏的电话，他很慌张啊。只要咱们再给他施加点压力，这家伙一定会投降。啊？谁投降？我让谁投降？他投降了，拿你去太庙献俘啊！你擅自跟他通话，就不怕我定你个土匪之罪吗？滚！以后没有我的指示，不许胡来。是。哼。这个该死的王玉甲，上次因为没有领会宫保的意图，擅自带队冲进了汉口，被撤掉了第4镇的统治，跑到花园车站抱着袁大人的腿恳求，这才让他留在前线。没想到如今又在给我捣乱。哼！总统官不必觉得难为情，这些个事儿你不说，我大概也能猜到。丁副官长是个聪明人，应该能理解袁大人的苦衷。3年来，他在环上受了不少的苦啊！啊，他受了不少的苦。那谁又在享福呢？你、我、摄政王，还是我们这个国家？世事不可为啊！这是我当初在北京的时候，摄政王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在背后捣的鬼的时候送给我的一句话。我现在把这句话送给你，冯将军啊，就凭你心里那一点点对朝廷的感恩戴德，根本救不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放手吧。冯国璋是诚心让我下不来台呀。看来这2天没有给他回电，他还是没有领会宫保的意图啊。他以为赏了他个黄马褂，封他个2等男爵，就可以光宗耀祖了。他这是糊涂。还是应该想个办法才好。如果时间长了，我怕生出什么变故来。那个丁振元现在在干什么？据说丁志源这次也到了湖北，基本上不怎么说话，平时也以帮闲者自居。大人完全没有必要顾虑他。不是顾虑，是要让他有点事做。给冯国璋发报，调丁振元到前线去做谈判代表，负责停战事宜。也算我给冯国璋打了个招呼，告诉他这个仗我不想打了。好，那我让英国人直接去找他们。有英国人出面，也许冯男爵容易接受些。那我去了。
给段祺瑞也发个报，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他是湖广总督，武昌是他的地盘，他又是第2军总统官，他也该管管了，不能让冯国璋一个人由着性闹。我明白了。这什么意思？停战谈判，接见民军代表啊？冯将军啊，你是当事者迷啊！当事者迷？这封电报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养敌自重。派我当谈判代表就是想提醒你，他不想拿下武昌。将军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一是在袁大人新的指示下达之前，立即下令继续攻击；二是按照电报的指示进行和平谈判。我要是下令攻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功在朝廷，罪在袁卫庭啊！那样将军就得下决心，从此和袁大人分道扬镳。冯将军啊，如果你把自己当成朝廷的大臣，你就得立即下令，一旦你拿下武昌，你的功绩不亚于曾国藩和李鸿章。如果你把自己当成袁世凯的家将，那就按兵不动，等待进一步的指令。朝廷对我有恩，袁卫庭待我也不薄啊。哎呀，报告总统官，英国领事葛福先生来访。有请啊。是。领事大人，请坐。 We need to talk. 领事大人有何贵干呢？ I think I've already received my telegram about ceasefire negotiation. 好哈，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谈判代表丁正元先生。啊，请坐吧。I want to know when will Mr. Ding go across the river and do the negotiation? 过江? Yes. Our ambassador, Zhuge Dan Xiansheng, has asked me to accompany Mr. Ding to cross the river,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your security. 我现在不准备过江。我奉命在此地接见民军谈判代表。过江谈判不符合我接到的命令。为了表示对内阁的尊重，我只在此地等着他们来。I know you want to wait, so as to attack Wuchang. But I can tell you clearly, this is not possible. Now all foreign consuls have expressed themselves that to end the fighting is sooner or later inevitable. 我对各国维护人道的立场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作为中国的官员，我有责任告诉你，在中国的土地上，
还是要按照我们的原则来办事。Your only principle is to use your strength to slaughter unarmed people. You have no strategy. All right then, since you don't want to cross the river, you'll be forced to accept the ceasefire, with a negotiation or not. Goodbye, sir. 王八蛋，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中国人都死绝了，现在又来充好人，真不是东西。他们巴不得中国从此乱下去，好两头卖军火，既得到了利益，又能控制中国的局势。谁要是相信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会对中国安好心，他就是最傻最傻的傻瓜。丁副官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讲粗口啊！啊，有什么不妥吗？啊，不，好，哎呀，痛快，说得好。哎，丁副官长，你是不是也很想打武昌啊？啊？没有的事。啊？我只不过是替冯将军分析分析形势而已。至于打不打武昌，还得冯将军自己说了算。各省代表都已经到了汉口，我们在租界里给他们安排了住处。从明天开始，大家就要开会讨论全国政府工作的事情。大都督，您看还有什么交代的？啊，大都督，英国领事葛夫先生带着朝廷的代表已经在会议室等候多时了。见，马上见。哎，您的帽子啊！哎呀，葛夫先生，老朋友 Mr. Lee， 来，请坐，来坐。葛夫先生来此有何贵干呢？ According to what your government has conceded, if the two sides cannot reach an agreement on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n no matter can still cease hostility. Beijing的袁世凯总理 has already agreed with this plan. 3 days of ceasefir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Li Da-du-du? 方停战3日。当然好了。李某一向反对战乱，主要是出于对百姓的怜悯。将来无论哪一方获胜，百姓都将受到惨重的损失，乃至生命。我想贵国之所以提出停战的方案，想必是出于贵国的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所以只要朝廷方面认可，我军随时遵照协议执行。既然你同意这样，请签字。袁宁啊，在。Good。黎元洪印。总统官，你好像有心事。我在想啊，中国的事情一旦让洋人插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次也不例外。喂，你好，第一军军部。是。好的，好的，我马上汇报给总统官。总统官，第二军参谋长吴光新来电，说是奉内阁总理大臣谕，由于第二军兵力不足，从第一军抽调一个协，划归第二军总统官段祺瑞指挥。调一个协？他们说，段总统官还等着回信呢。不给，坚决不给！我打5成的兵力还不够呢，他凭什么调我的人？段祺瑞搞到我的头上来了。我们俩是20年的兄弟，是磕头换帖子的国民交情。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在我后面捅刀子。不行，我到孝感县找这小算账，我饶不了他。总统官，大人，不要生气了。参谋长已经给北京发了电报，说前线紧急，请求派兵增援。丁副官长说这样也不错，能够缓解一下交兵的时间。大人，不让打咱就回去，反正也不是这一个地方，全国都有10几个省独立了，就算打下武昌又能怎么样呢？到时候得罪了袁大人，咱们是要掉脑袋的呀！屁话！怕得罪袁大人，你就不怕得罪朝廷？再胡说八道！不等袁大人要你的头，我也要砍下你的头！下去，滚！走。太后，皇上。冯国璋忠心报国，苍天可见。这3天的停战可是来之不易呀！哎，大家可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啊！仍然要加紧布防，给各省的电报还要发出去。督促他们速来湖北参战。大都督说的是，停战不等于不战。各部队，尤其是沿江部队，一定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及时向军政府汇报。好，新任命的总司令万廷宪因为身体原因请求辞职。大都督，你看是不是重新任命一下？伯谢不是已经就任临时指挥官了吗？他不干，伯谢直接干不就行了吗？就是该这么是不是？合适，我觉得想不正合适，就干吧，是啊，没问题，没问题的。既然大都督信任，那我就不推辞了。好，对了吧？不行啊，这就对了，对，好。各位，现在距离停战还有几天，为了避免清军在此时偷袭，我希望各部队能够认真执行防御计划，不可有半点疏漏。如果有人因为个人私事或饮酒误事，军法处置，严惩不贷。各位到时候莫怪蒋某人言之不预。好，登记了啊！来，诸位，大都督请客啊！来，大都督啊，怕你们开会饿肚子，特意准备了点心啊，来吃啊！
吃，大伙儿吃点心。好，来吃，来吃。多谢大都的关心啊！来吃。赵林，赵林，吃啊，吃。不信啊，我这儿可是只有吃的没有酒啊。李某一定带头执行总司令官的指令，一点酒都不给大伙儿预备。来，吃，好，吃吧。吃啊，吃。吃。冯将军，停战3日之协议，袁大人已经完全同意了，请冯将军用印吧。他们的速度够快的呀，连北京都同意了。哼，我还能说什么呀？丁副官长，陪我冯某喝上一杯。来人！还请冯将军用印吧。我真是不明白呀，袁公宝已经坐上了内阁总理大臣，手里又有兵权，他还想干什么？予我所欲，兄长亦我所欲也。这江山社稷，可比于兄长诱人的多啊！你是说？来，来人，给北京发电，就说冯国璋身体不适，请求辞去第一军总统官的职位，回家养病。大人，您……哎呀，快去！是。既然请辞，何必用印？既然用印，又何必请辞啊？就是你走了，又能改变什么呢？
但求心安吧。如今武汉的局面已经打开，我军正应该乘胜追击。可冯国璋在前线按兵不动，不知是何道理。是啊，我看这乱党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战即溃。早知如此，还不如让鹦鹉楼一鼓作气灭了算了。对，谁知道现在冯国璋和乱党隔江相望，是否有投敌的嫌疑呀？就是啊，我看总理大臣应该马上给前线发报，让他们马上进兵，直逼武昌。公保啊，我们毕德院全体顾问的共同意思是，命冯国璋即刻攻下武昌，然后率兵东进，与东陵、张巡两铁一道，将围困南京之敌彻底歼灭。这样一来，江南大局可定。不知道内阁有什么决议？哎呀，各位王爷，虽然身处北京，但对前线如此关注，元某深表感谢啊！尤其是庆王爷对军事问题有如此之深的理解，实出意外。哎呀，我何尝不想一鼓作气呀？可是现在的兵难带呀，不给钱，他根本不给你打仗。这不，冯国璋是一天一个电报，催我把军饷送到前线。可是，哎呀，诸位都知道啊，现在国库空虚，我哪来的钱给他们发军饷啊？要不这么着啊，各位王爷慷慨解囊相助。我们哪有钱？我们现在的钱还有，你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只要我有了钱，我一定拿下武昌。这我们哪有钱呐？一大家子人呐，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起了，哪有多余的钱呐？你可以去找洋人要嘛，那些洋人当初不是信誓旦旦的要给你支持吗？现在需要钱了，他们还不肯给点吗？庆王爷有所不知啊，现在各国公使纷纷发来照会，坚决反对我们继续打下去。这个时候我找他们要钱发军饷，他们能给吗？我也知道各位都是清正廉明之人啊，家里也没什么余钱，我这不是没有办法才向大家开口吗？啊！我听说老祖宗入关前有笔财宝留下来了，以备不时之需，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啊？好像听说过，没有啊？倒是听老辈人说起过，只是不知道是否属实。庆王爷知道吗？你可以进宫去向太后询问一下，或许她能知道。我等想说的话说完了，总理大人还有许多公务要忙，就不打扰了，告辞。告辞，告辞了。等等，你们，我说，回见啊！这些人跑来干什么？啊？老庆大概是觉得毕德院太清静，要参与一下国家大事，这不领着这些纨绔子弟们跑到我这儿来催我进兵武昌，我找他们要军饷，这不把他们全给吓跑了。
有这样的皇亲国戚，大清国岂能不亡？这个印匡家产何止1000万，却不肯拿出1分钱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立刻派人进宫。就说战事吃紧，需要军饷，让太后把老祖宗留下的私房钱都给我拿出来。好。今天上午在英租界的嘉宾馆里召开了第1次会议，各地代表都公推谭仁凤老先生作为议长，我们也都同意了。谭仁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奔走于长沙和武昌之间，湘军派兵援鄂，那多亏了有他呀，他是有大功劳的。是啊，在这次会议上，再次确立了您作为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大都督的地位。胡英在会上发了言，明确告诉各位代表，袁世凯内阁只能跟黎大都督所代表的政府和谈。所以说，您作为全国的大都督，那是众望所归呀。这个胡英很会说话吧？啊，大都督，武昌方面的情况也都比较稳定了。由于粮价上涨比较快，军政府在城里设了关卖所，以保证粮价的稳定，并且也同意了当地的商人能够出城到外地贩卖日用品，所以现在局势渐渐稳定下来了。这一停战，各方面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是啊，军事方面还是应该警惕起来。一是要督促各省派兵援鄂，2是要抓紧部署防御，一定要确保武昌不出意外。只有保住武昌，我们在各省代表面前才有权利说话，这是根本，根本是动摇不得的。大都督说的是，光复会的张炳麟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不兵起武昌，无以动员全国，不攘有金陵，无以覆灭清廷。可见他和大都督的想法是一致的。武昌在全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武昌。誓死保卫。那些东西是老祖宗留给八旗子弟，将来有何不测，退回关外用的。你们把它拿走了，我怎么向大家交代呀？太后，袁大人说，当务之急是剿灭乱党的匪患，保住咱大清的江山。当然，您要是不想保住祖宗的基业，那您就留着。王爷，这前线的将士要是没有军饷，这仗可就没法打了。五爷，你看呢？小德子，太后，你带他去吧。臣代前线数万将士叩谢太后。太后没有别的事情，臣也告退了。哎，五爷，这袁世凯也启用了，可这局面怎么越发子乱了？太后，国家之事，臣已参与甚少。
太后以后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找庆王他们商议。他们素与袁世凯交好，也知道其中的内情。臣告退。总统官，请看阅马场方向，那个边上就是资义局，那里有几门重炮，炮口正对着我军阵地，恐怕对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得找个机会干掉他不可。啊，现在正是停战时期，我怕找个借口。我想起来了，明天是大英帝国皇太后的诞辰。你在炮台竖上中国和英国的国旗，并鸣礼炮21响。鸣炮时，在空炮弹中加上这几颗实弹，明白了吗？请总统官放心，属下一定办好。总统官这个主意真好啊！是，总统官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到了军务部，他们说抓了一个奸细，我一看，哦，原来是同盟会的朱福煌，赶紧叫人给放了，带他去见了大都督。这个朱福煌还真了不得。谢谢大都督。此人原来在同盟会是重要人物，谢谢。眼下呢，他跟着袁世凯干。谢谢大都督。要不是他跟我说，谢谢。袁公宝有意罢兵两下和谈，咱们今天哪能这么轻松的吃东西啊？是，只是不知道他说的准不准啊？这袁世凯难道真的会迫使朝廷退位？自古以来，能够做到如此地位的大官，哪个不想更进一步呢？啊？远的不说吧，就拿本朝的多尔衮、鳌拜来说，这些人都有野心。眼下朝廷日薄西山了，袁世凯他能不心动？啊？是。大都督，他要是赞成共和，咱们是不是要选他当大总统啊？有何不可呀？我们的目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如果靠我们的力量打进北京城去，恐怕现在还不具备条件。而对于袁世凯来说呢，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只要他能真正革命，让他当大总统，又有何不可呢？啊！来，是，打炮！哎呀，这怎么回事？又打炮了？啊！不好，这是专门针对都督府开的炮，大家快走！快，走出事儿，这是！不要紧，让让！撤退！撤退！
卢姑娘，熊统领，哎呀，这儿这么乱，你怎么还不回家呀？统领，清军已经开始进攻了吗？啊，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我过去看看。那小云他，你看见他了吗？小云牺牲了。哎，卢姑娘，我叫人送你回家去。不，我能走，我自己能走。总统官啊，亏您想出这样的办法，这下够武昌军政府乱一阵的了。是啊，是啊。雕兄小心，不值一提。英国领事葛布先生来访，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哦，让他进来吧。他是不生气啊，那才怪了啊！是。police. Civilian Guandar, please explain. What's this all about? 领事大人如此生气，出了什么问题啊？啊 You got some problem with your ears? I can hear the cannons. 大炮？大人，什么大炮啊？啊 This is a ceasefire period. You're blatantly attacking Wuchang by cannons.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This is contrary to our principle in good faith. You're destroying our reputations. 哎呦，哎，不会呀，您肯定是误会了。哎，我鸣的是礼炮啊！今天不是你们贵国太后的诞辰吗？我们又是友好国家，为了表示我们的祝贺，我特意让炮台放了21响的礼炮，还竖起了两国的国旗。这本来是好事啊！哎，怎么有损你们的形象了？啊 Forget it. Don't give me explanations. If this is a military salute, why has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in Wuchang been destroyed, as well as the artillery post in Shoshan? Now there are several thousand refugees in Hankou, waiting to flee to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 Hankou. You take us as fools? 您等等，我给您问问，啊，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哼，真是。喂，给我接桂山炮台，啊，桂山炮台吗？我是冯部长。听说你们放礼炮，把武昌的军政府给炸了，啊？哎呦呦，这胡闹吗？这不是啊？那你跟领事大人解释解释啊！哎，真抱歉，有一个士兵啊放进了4发实弹，啊，让他给你解释啊。Hello? What's the matter? Yes? Yes? All right. Goodbye. 看看这该死的士兵，我一定要好好处罚他，我毙了他。算了。You didn't have enough blanks, so you got a point using real shells. Anyway, he's already locked up and we can't blame him anymore. Since it's wartime, we don't even allow the warships on Changjiang River to fire military salute in case of misunderstanding. Didn't you know this? 这我们不知道啊，啊，没人告诉我们。哎呦，领事大人啊，这可就是你们的疏忽了，啊，以后啊，像这种重大的事情要早点告诉我们一声，啊。I'm sorry. I was negligent. I'm very sorry. 那都 sorry 啊。I'll go back. 好。Well, next time something happens, make sure to keep me informed. 好。Goodbye.
啊，别，再见啊！这洋人呐也挺好唬啊，稍微用点手段就把他给骗过去了。是啊，这就是咱们跟洋人的不同。洋人注重的都是大智慧，而咱们注重的都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就拿武昌的形势来说吧，现在大的形势是停战状态，无论任何雕虫小技都与大事无关。各位何必为眼前这点小胜利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呢？我不管他是大智慧还是小伎俩，我只嫌啊这4发炮弹少了点。我真想啊痛痛快快、轰轰烈烈干他一回。对，好，我知道了。怎么？已经查清楚了，是龟山炮台为了庆祝英国皇太后的诞辰放的礼炮，结果空弹不够了，有一个士兵贸然把实弹放进去了。这些混蛋，为了巴结洋人，竟不惜拿中国人的性命开玩笑！王八蛋，王八蛋！好，别骂了。哎，知道这是虚惊一场，比什么都好啊。哎，大都督怎么样了？已经撤出军政府了，都督府正准备朝这边转移，我过来事先通知各位一声。好啊，我看应该把这里清理一下。报告长官，李都督在卫兵的保护下向王家店方向跑去。你赶快带人去给我追！是，让他马上回来。堂堂的一个大都督，岂有弃城而逃之理？快去！是，还有你，一块去追，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都回来。是。那帮子王爷辈了这2天闹腾的凶啊！非要问宫里的库藏到底数目多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700多万两，还问什么？是啊，都跟他们说了，可他们不相信。庆王爷也跟着闹腾，你说这真是让人气恼啊！他这是要找着出丑啊！这事儿你们不要管了，我会处理的。属下告辞。告辞。好。大人，刚刚收到一封电报，您看。这个冯国璋是要干什么？人家英国太后的寿辰，他也跟着放炮庆祝。分明是找借口、故意而为之。从电报上讲的整个事情经过来看，还算圆满。不过，还是应该对冯国璋严加申斥才对，否则一旦闹出什么大事来，对咱们还是很不利的。段祺瑞在哪儿啊？孝感。让他赶紧赶到武汉，接管第1军军务。大人，您看要不要给华府打个招呼，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啊？我就是要让他措手不及，不是他自己提出要辞职的吗？这个冯国璋我了解，你要是让他有了准备，
他敢不顾一切的去攻打武昌，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明白了。来，哎，挺好的一顿早餐，让这顿炮给轰了。来，走。都督府绝对不能设在武昌，太危险了。我看咱们得选个安全的地方。我看这里就不错，我们把都督府设在这儿吧。这儿不行，这还是太近。咱们去葛店，那儿有电话，发电报也方便。快点吃，吃完了马上走。大都督，哎呀，你们来了，来，坐一吃。我们不吃东西，我们是奉命来请你回去的。都督应该留在城里，如果这样逃走，置全城百姓于不顾是不对的。都督有守城之责，应该与城共存亡，不可重蹈瑞城之覆辙，而为天下后人耻笑。你们两个小孩子不要胡说，城内时有清军炮击，都督府已烧，怎么办公啊？我决定去葛店，为什么呢？那儿有电话，有电报，我办事方便。在红山或刘氏祠堂均可办事，何必要到葛店呢？就是啊，都督不要说我们是小孩子，我们都是爱都督，怕都督误听人言，有失体面。您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要是跟我去呢，就坐下赶紧吃；如果不愿意去，回去告诉蒋一武，跟他说我这儿很好，不用他操心了。我们不吃东西，马上回去复命。大都督告辞了。喂，段总统官啊，我是丁真元啊。冯将军他有事出去了。段总统官啊，这事儿还是不要我来说的好。您跟他是拜把子兄弟嘛，有20多年交情，还是您亲自跟他说吧。好的，哎，再见。他说他现在在孝感，明天到汉口。他让我跟您说，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手第一军的。他还说，让您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我给换了，好啊！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他不是明天才来吗？哎，我今天还是总统官吧。我现在就下令，调集部队，准备过江。今天晚上，我就把武昌拿下来。
他们是不是想趁着停战突袭啊？去，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总指挥部，马上同英国领事馆联系，质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大都督还想让我们也跟着去革电，我们没答应，就回来了。哪有这样的大都督？如果城里有了事，我们还要跑到革电去汇报啊！真是岂有此理！算了吧，既然他这么决定了，就随他去吧。等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把他接回来，不就完了吗？贪生怕死，只不过打了4炮，居然跑出去100多里，真是笑话。振武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对外人说了，免得动摇军心。就当是我们集体的决议好了。什么决议？看来姚青已经变成都督派了啊！哈，伯谢，我这也是为了革命着想啊！如今在大都督的坚持下，各省都派了代表来到湖北，正在汉口召开会议，局面对我们很有好处。如果这样的事情传到他们耳朵里，伯谢呀，你认为对我们会有利吗？啊？哎，是指挥部啊？什么？好，我知道了。清军在沿江大批集结，邓玉林认为这是要发起进攻。啊？什么？这怎么办呢？不用怕他们，跟他们打。啊不，我这就去炮台，非要让他们葬身江心不可。不要冲动。如果真打起来，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看还是尽快联络英国、俄国领事，让他们出面阻止比较好。好，我同意。联合各国领事的事情由你来负责。好，另外部队做好准备，万一不行，还是不免一战。大家去准备吧。是。好，走吧。哎，赵林。哎，对。最近南京屡有电报来京，看来这个张勋是坚持不住了。您看要不要给他们派点兵，做个姿态啊？哎呀，目前的情形，江南半壁皆已独立，苦苦留在南京，有什么用处呢？我已经给他发了电报了，告诉他武汉战事紧急，无兵可援。哎，我劝他相继退出南京啊，退而扼守徐淮一带，防止民军北上。可他不听我的呀，非要顶着。我有什么办法呀？嗨，张勋是个粗人，凭着一股狠戾之气坚而不退，你又不给他派援兵，将来恐怕他会多有怨言呐。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取汉阳，不足以夺民军之气；不失金陵，不足以寒清士之胆。否则，我的和谈大计如何能成啊？只有等他退出来以后，给他多补点就是了啊！大人，英国公使朱尔典先生发来照会，言汉口局势岌岌可危，冯国璋陈兵江边，准备进攻，大战一触即发。朱尔典先生还说，为了保障和谈顺利进行，必须处置冯国璋，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个冯国璋，他要坏我大事啊！是啊。
立刻给冯国璋发报，让他马上离开武汉，调他到察哈尔去当都统。措辞要严厉，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开战。好。这个冯国璋啊，已经是第7封了，总统官无论如何得做个决断。我真不知道那袁公宝到底想干什么。保武昌弃金陵，南北对峙既已形成，和谈就势在必行啊！孙文、黄兴相继表态，只要袁公拥护共和，便推举为大总统。如今袁世凯连发了7封电报，措辞严厉，意在阻止将军轻举妄动。如果将军还说不明白，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我是亦不可为啦。总统官，各部已准备完毕，大军何时渡江？总统官，各部不应待命吧？是。太好了！总司令，总司令，开打了！哈，不是。昨天晚上，对面的清军已经撤走了。我是来给你们报告好消息的。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这是刚来的电报，南京光复了。光复了？光复了？是真的？是真的？南京光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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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派人通知李大都督，让他也高兴一下。你直接给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哎呀，对，哎，都这么，喂，李大都督啊，我告诉你，南京光复了！你听啊，光复了！一晚上没睡？大哥没事，不知道怎么搞的。昨天晚上，对岸的清军全都撤了。撤了啊！你看，全撤了。怎么会撤了？南京光复了！南京光复了！
告诉赵龙一声，让他也高兴多大。各位，身为北方谈判代表啊，有些原则必须坚持。君主制度万不可变更啊！时局艰难，本人誓守国恩，更当捐躯图报。唯有坚持君主，不知道其他。当然了，等将来国人的思想慢慢的开通了，懂得了民主的真谛，到时候再改为共和也未尝不可啊！告辞了，好，那慢走啊！慢走。各位大哥了，慢走，告辞，慢走。大人啊，恭亲王蒲伟、肃亲王单骑代表太后和摄政王送来致意公函，称龟山大捷，汉口收复，武昌指日可下，现军饷也已齐备，为何犹需停战议和？你就这么回复他们？好。汉阳、汉口虽然已复，但南京又告陷落，南京重要备于武汉，党人势大，国民受其蛊惑，民心浮动，军心更是不稳，议和乃权宜之计。哎呀，这些个王公们呐，不知道的事情还非要插手，真是麻烦。当初你们内阁的人集体举荐袁世凯，说只要他出山就能平定乱党，可是这仗打着打着，连老祖宗的库藏都拿去了，还是没有结果，还要和乱党和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太后明鉴，袁世凯出山之前，臣曾经有密折上奏太后，臣言军情紧急，不用袁世凯不能戡乱，然启用袁世凯，又如引虎自卫，后患可虑。如今虎已入室，能杀国之大幸，不能杀万不可动，以免反受其害。阮太后熟理微臣之言了。我已经降职，授你为太保，位列三公。你呀，可要记住我的好，将来不要让我们母子吃大亏就是了。太后，谢太后，奴才莫之不忘，一定牢牢记住。下去吧。徐世昌、袁世凯盟兄弟，1915年不满袁世凯推行帝制，退居河南老家。191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1922年被曹锟、吴佩孚逼迫去职，隐居天津，著书立说。1939年病逝。
隆裕，清朝最后一位皇太后。1912年2月12日，代表年仅7岁的皇帝溥仪发表大清皇帝退位诏书。1913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英国的领事已经通知了红山指挥部，说冯国璋擅自做主，要发动进攻。如今他已被袁大人调走，接替他的段祺瑞很快就要到汉口。另外，吴兆麟托我给您捎个话，他希望您能尽快的赶回武昌，主持大局。因为现在流言四起，军里的那些人说什么“大都督去则去耳，我们自有人在”，他指的是孙武。还有的人说什么“黎元洪走了又何妨，我们何况无大都督呢？某人某人就可信任吗？”指的是蒋义武。大人，所以咱们现在赶紧回武昌为妙啊！既然大家都想让我回去，看来我还是回到武昌好。今早，段祺瑞总统官问您是否看到了他给内阁的请辞电报。还说他是绝对不会来接管第一军的。哼，你告诉他，别跟我装蒜了。第一军的人马都让他给我折腾差不多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回北京了，他还想怎么样？就这么说？就这么说。是。这条狗，这条狗，这条狗！冯将军既然权力已无，为何还在汉口徘徊不去？那你怎么不回北京啊？我不回，自有我不回的理由。哼，我方某也是。来了，给北京发电，向盛宣怀虽要那10万两饷银，就说我前线急着要用。是。仗不让我打，钱不能不给。想赖是赖不掉的。大都督到，起身。哎呀，孙武啊！哎呀，少林，大都督有。哎，几位，武昌不可久离啊！李某岂能撇下城里的军民不顾？是啊，此次回来是与诸位共存亡，不会再离开武昌了。好啊，大都督回来的正好，这是英国领事馆送来的继续停战的时间表，我们正打算派人给您送去的。好啊，朝廷既然都已经停战了，我们也应该答应，都是为了百姓们好嘛。是啊。这2天，各地代表在汉口研究了英国公使朱尔典送来的一份和谈3条，表示都能接受。都是哪3条啊？第一，双方激烈停战；第二，宣布清廷退位；第三，选举袁世凯当总统，并且说，如果如此的话，那么共和民主可成啊。列位以为如何？我认为可以。既然大家都赞成，那我也接受。马上确定谈判代表。还有啊，一定要坚持在武汉和谈。这个我已经跟与会的代表商量过了，大家表示能接受。这几天各地都派来了援军，由于南京一刻、江浙沪也都有援军派来，
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都督您亲自主持啊，所以您能回来，我们非常高兴啊。我希望尽快将军政府修缮好。我以为都督府设在那儿还是为好。不错，不错。我们现在正在着手整理了。北方的和谈代表很快就要来，咱们总不能没有一个接待人家的地方吧？他们都出发了。不错，唐绍仪是首席谈判代表。好，那就好，那就好。